父母双亡后，我拿着娃娃亲时的婚书去找秦霄，可他抱着林素素，将我的婚书踩在脚下。乡下来的就是没有礼数，我的救命恩人谢丞相都还没成亲，我如何能成亲？你再等等吧。我没哭没闹，转头嫁给了他的救命恩人。她已是本相的夫人，秦公子请自重。这是当年我父亲与秦公子父亲定下的娃娃亲，不知秦公子觉得婚期定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？哼，秦霄，你萧家之女萧燕，你一个罪臣之女，也配得上本官？我萧家并非贼臣，我爹是清白的，还望秦公子慎言。爹曾说过，他和秦家是过命的交情，秦家念着旧情也一定会收留我。可现在，秦霄早已忘本。哼，10年前你是名门贵族，我爹和你爹定下的婚姻情有可原。可如今呢，你就是个落魄的乡野丫头，你送上门来给我当丫鬟，本官都不稀罕，还不快滚出去！姐姐就这么恨嫁吗？不过秦大人一表人才，惹得众多女子想要嫁给他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姐姐可知道现在秦家在朝中是什么地位？除了丞相谢大人之外，可再也没有比秦大人官位更高的了。你一个罪臣之女，还想拿当初娃娃亲来攀亲，未免也太不知廉耻了。你说对吧，秦大人？素素说的对，你一个罪臣之女，妄想凭借一纸婚书嫁给本官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当年我萧家何其风光，想要与我定亲的人数不胜数，若不是秦家与我爹爹是挚友，这门婚事怎么都轮不到你秦家。秦霄，你说这话之前，有没有想过曾经？当初如果没有我爹拉你们秦家一把，秦家也不会水涨船高。难道这份恩情你都忘了吗？那都是父辈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们私自定下婚事，可曾问过我的意见？父命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秦公子轻描淡写2句话便将婚事作罢。秦家是名门，这等事情传出去，难道就不怕被人耻笑吗？并非我不愿娶你，只是我前些日子外出遇刺，被谢大人所救。如今救命恩人还未娶妻，我怎能先娶妻？还是说萧燕，你就如此恨嫁？秦公子慎言。那按照你所言，是不是只要谢青兰娶妻，我们的婚事就作数？当然，本公子一诺千金，只要谢丞相成亲，那我们就履行婚约。萧家和谢家以前是世家，我幼时经常和谢青兰见面。长大以后，我一定娶你为妻。好。满京城谁不知道谢丞相不近女色，这么多年连个通房都没有。等他成亲，那不得等到猴年马月？等谢青兰成亲，就和这位萧姑娘履行婚约，不过只是公子的搪塞之语罢了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留在我府上实在不合适。等什么时候谢丞相成亲了，你我名正言顺，你再入府吧。还不快走！哪来的阿猫阿狗乱攀亲？赶紧滚远点！请问您知道相府在何处吗？原来这就是丞相府啊！我看到气派的丞相府，恍惚了一瞬，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萧家。这是丞相府，闲杂人等不得接近。麻烦通报一声，就问他萧家之女他见不见？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禀报。不知如今水涨船高的谢青兰会不会记得年幼时的友谊，收留我一段时间？大人，你慢点！怎么不打伞？先进来，去沐浴一番，换上衣服，去寒气。谢青兰，你愿不愿意娶我？
没事，我先去换身衣服。我愿意。微臣恳请圣上赐婚，还望圣上成全。丞相大人不是向来不近女色吗？怎么突然想着娶妻了？而且还主动请旨赐婚？丞相大人不是一直对女子都厌恶吗？怎么突然想着娶妻了？因为想娶心上人。原来如此，那下官恭贺丞相大人。那爱卿想娶的是何人？微臣想娶的人是萧远侯之女萧燕。你要娶的人叫什么？圣上已经赐婚了，婚期定在半月之后。燕儿，可好？好。那便回府。等等！萧燕，你未免也太恶毒了！你怎么敢这样欺骗丞相大人？我骗他什么了？谢大人，您别被他骗了。她不光是罪臣之女，还是个满口谎话的骗子。她如何骗人了？谢青兰这语气不似要兴师问罪，倒像是在替我撑腰。谢大人还不知道吧？她曾与我有过婚约。哼，这样的女子怎么配得上谢大人？明明是与旁人定过亲的人，如今却装的一副清清白白的模样，转头又攀附上丞相府，当真好手段。有过婚约？是真的。当年萧家与秦家定下儿时婚姻，还有婚书为证。他这次回京，原本就是为了与我成亲。哼，萧燕，你倒是会打算，在我这里行不通，就转头来攀附谢大人。谢大人何等身份，岂能被他这般戏弄？他既与我有婚约在先，便根本不配进丞相府的大门。哼，就凭你，也想攀上丞相大人，简直做梦！当初是你亲口悔婚，也是你当着我的面撕毁婚书。既然婚书已毁，婚约自然作废，我又何来欺骗一说？萧燕，你简直不知廉耻！一个女子被退了婚不知收敛，竟还一门心思想着再攀高枝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更何况你还是罪臣之女，怎么敢妄想攀附谢大人？哼，我妄想攀附？当初分明是你拿所谓救命恩人未嫁做借口，不愿与我成亲，也是你亲手撕了婚书，说此后婚约作废。如今我另嫁他人，你又急什么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替谢大人着想，不想让他被你蒙骗。够了，圣上赐婚已成定局，秦公子若还知道分寸，就该自重。你会后悔嫁给我吗？不后悔。我与秦萧在他亲手撕毁婚书的那一刻，
就已经没有任何牵连了。既然他不愿娶，我不是非他不可。好，那便回家。赐婚圣旨一下，消息很快传到了秦府。如今满京城都在议论谢丞相为娶萧姑娘，当朝向皇上求来一道赐婚圣旨，婚期就定在半个月后。谢承放位极人臣，京中那么多出身高贵、才貌双全的世家贵女，他一个都看不上，偏偏要娶一个罪臣之女做正妻，是疯了不成？前脚才被秦家拒婚，后脚能攀着当朝权势第一人，萧姑娘这人心机深沉得很呐。公子这几日脸色就没好过，想来也是因为这事儿。当初是他亲手撕了婚书，把萧姑娘赶走的。如今人嫁了当朝丞相，他倒发起脾气来，不知他是不甘还是后悔呢？公子何必如此动气？萧姑娘这样急着嫁人，想来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才会抓住丞相不放。再说了，丞相大人位高权重，一时新鲜也未不知，等这股劲儿过去，未必还会把他放在心上。哼，你说的对，一个罪臣之女，谢青兰不过是图一时新鲜玩玩而已。我倒要看看，她萧燕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那位就是被赐婚给谢丞相的萧燕萧姑娘，是她。听说之前和秦家有过婚约，后来不知怎么作罢了。如今她可是准丞相夫人，半月后就过门了。秦家公子今天也来了，就在那边坐着喝闷酒呢。萧燕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便不计前嫌。那你为秦大人，秦大人这是对本相的妻子有什么想法不成？秦公子当初撕毁婚书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日？如今我已是丞相准夫人，还请你自重。如今圣旨赐婚在前，萧燕可是名正言顺的丞相准夫人，怎能容他秦萧随意侮辱？真没想到秦公子竟然这么恬不知耻，调戏丞相夫人，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不过秦萧这一闹，倒让人更想看半月后那场大婚了。谢丞相娶正妻，排场能小得了？这排场，怕是皇室也比不上啊！谢丞相娶正妻，果然是八抬大轿，十里红床。谁能想到，当初被流放的罪臣之女，如今风风光光嫁进了丞相府。那些从前看他笑话的人，今日怕是笑不出来了。公子，你也别多想了。他如今这样风光，怕是早就把您忘了。滚开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你说谢大人明明可以娶那么多名门贵女，为什么偏偏娶了这么一个罪臣之女？就是，我听说她还跟秦家有了婚约，这又嫁给谢大人，简直太过分了。谁给你们的胆子议论本相夫人？大人饶命，奴婢知错了。将他们赶出府去。
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以后若是再让本相听闻谁在背后议论本相的夫人，本相绝不轻饶。夫君，夜深了，喝碗热汤再看吧。辛苦夫人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想知道当年到底是谁在背后陷害萧家吗？我想，我父亲当年是朝中重臣，深受圣上器重，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可一夕之间天翻地覆。嫣儿，记住，萧家门第清正，家风严谨，从未做过有辱门楣之事。贪腐受贿这等丑事，我们萧家人不屑做，也绝不会做。陷害萧家的人到底是谁？可是萧家案卷不是早就已经被摧毁了吗？你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当年圣上震怒，处置的极快，几乎不给萧家任何辩驳的机会。许多案卷在尘埃落定之后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萧家贪腐，证据确凿，传朕旨意，即刻抄家，不必再审。父皇圣明，此等蠹虫不可姑息。殿下，萧大人与二皇子因政见之故往来密切，若留着他，之后恐成大患。那便一并除了。贪腐受贿这个罪名足够了。太子借机发难，先扳倒二皇子，再顺势将萧家一并拖下水。所谓受贿，不过是罗织罪名的借口罢了。你若疑我，是应该的。如今太子稳坐高位，是东宫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而我与秦萧也都站在太子那边。太子当年污蔑我父亲受贿，我萧家才会沦落至此。你既支持太子，又拿这份案卷给我看，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这些日子你待我如何，我不是不知道。可若你拿我最痛的伤疤反复揭开，又算什么体贴呢？萧家确实是被污蔑的。但我可以替萧家翻案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萧家旧案牵扯到储君之争，牵扯到太子的名声与根基。当年案子早已盖棺定论，相关证据又几乎被毁得一干二净。这些你我都明白，正是因为如此，如今想翻案谈何容易？谢青兰，你知道你方才在说什么吗？替萧家翻案，不仅仅是替我父亲洗刷冤屈，更是要把太子当年做过的事血淋淋地掀开在天日之下，稍有不慎，这些年我苦心经营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。你看看这个，这案卷里记着的不只是当年萧家旧案的残证，这些是太子暗中勾结敌国，与秦生私下来往的密信。黄良，这不是我爹最信任的副将吗？他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因为当年捅向萧家的第一刀，的确是黄良递出去的。这不可能，黄副将跟了我父亲多年，对萧家忠心耿耿，他怎么会？人在生死和前程面前，最容易变。当年就是黄良仿照萧大人的字迹，伪造了与敌军往来的密信。黄叔将，写吧，写了加官进爵，不写，全家老少明早地下团聚。伪证一出，二皇子为求自保，在太子步步紧逼下，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了萧大人头上。而太子为了不留后患，命人焚毁萧大人所有书信与案卷，
想将此案彻底定死。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还有，你不是一直效忠太子吗？如今，你又凭什么替萧家平反？谁告诉你，我效忠的是太子？你想不想替萧家平反？想，可想又如何？当年旧案牵扯太深，太子如今又稳坐东宫，权势滔天，凭我们怎么翻？只要你想，我就能替萧家平反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暗中收集证据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替萧家洗清冤屈，名正言顺地把你接回京城。把我接回京城？萧家出事后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只是边疆路远，消息断绝，我始终没能找到。太子愚钝自大，心狠手辣，若他来日登基，天下百姓只怕都不会有安生日子。你真正想扶持的另有其人，对不对？满朝上下，谁不知道他站在太子那边？甚至连所有人都默认，太子一定会顺理成章登基。如今我才明白，若这些证据呈到御前，桩桩件件都足以动摇东宫根基，这太子之位，怕是真的要换人了。确实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以你的身份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明哲保身不是更好吗？何必要把自己卷进这样的险局里？因为当年萧大人被贬出京前，曾私下托付过我一件事。青兰，我这一去，生死难料。若有一日萧家生变，我求你，一定替我好好照顾燕儿，别让她受委屈。爹爹临死前还念着我，可我竟直到今日才知道，他早早替我留过一条路。燕儿，我答应过萧大人，所以萧家的冤，我会替你讨，我也会一直护着你。自那晚之后，我与谢青兰便开始暗中查秦萧。太子若想稳坐东宫，秦家就是他最得力的助助之一。想要让太子在宫宴上再无翻身之力，就必须先折断他的左膀右臂。秦家的账差不多了，明日。大人，秦公子登门求见，已在前厅候着了。还没等我们去找他，他竟主动登门了。谢大人，当日承蒙您出手相救，秦某一直未曾正式道谢，今日特来送些薄礼。早就听闻丞相府风雅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近来春色正好，城外湖景也不错，不如过2日一同游湖如何？也算是我聊表谢意。宫宴将近，谢青言准备在宴上发难，秦萧此时邀约，必定没安好心。好啊，既然秦公子盛情相邀，我们夫妻2人自然不好推辞。游湖那日，湖面风平浪静。萧姐姐，公子近来待我极好，衣裳首饰样样都紧着我，连我随口说喜欢游湖，
他都记在心上呢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更何况，从前秦公子不是亲口说过，只要谢青山成亲，他便也能成亲吗？如今我与夫君已经成婚，那想来秦公子也该能迎你入门了吧？他想做秦家正头夫人，可偏偏秦家门第高，哪会轻易容许他这样来路不明的女子进门？小燕，我有话想单独同你说。好啊，正好，我也想听听秦公子还有什么话要与我说。小燕，那日的事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可我和林素素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。若你不喜欢她，我随时都可以把她赶走。秦霄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如今已经是谢青兰的妻子，你如何，林素素如何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若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萧燕，你还真是会装啊！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你如今嫁给谢青兰，不过是赌气罢了。让开，秦霄，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等以后你和谢大人和离，我不介意娶你为妾。放肆！太子登基，太子，他们果然已经和东宫彻底绑定。秦公子倒是自信得很啊，只是储君之争向来残酷，你怎么就如此确定太子一定能登基？这还用说？太子如今势大，自然。既然秦公子自己都说不明白，那这话也没什么好谈的。等等，你别走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有些事现在不能说。不能说？等到宫宴那日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萧燕，你可见淡了。到时候，只要你肯配合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要在皇上和文武百官面前，当众指认谢青兰是故意威胁你，逼你嫁给他，还让你替他传信给七皇子。皇上得知后必然震怒，届时谢青兰一倒台，你自然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到我身边。秦霄竟能狠到这个地步，他要借我的口毁了谢青兰。谢青兰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打算这样对她？救命恩人又如何？他夺我未婚妻，害我沦为京中笑榜，这笔账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从前我只当他凉薄忘恩，却没想到他竟还如此心胸狭隘，恩将仇报，难怪旁人早早盯上秦家。夺妻之恨不共戴天，我要他这辈子都没有翻身的余地。眼底翻涌的杀意与震撼，转瞬便被强行敛去，眼眸已经轻轻垂落，摄同的所有情绪，周身凛冽的气息。很快，到时候把他下进谢清潭的酒里，他神志不清，你再按我说的做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燕儿，只要此事办成，我一定会娶你。比起秦霄那满口的算计、利用与虚强假意，湖上风大，别着凉了。
谢清郎给我的偏爱与体贴，从来都不需要刻意宣之于口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不必担心，我应付得来。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分毫。萧燕，你竟然敢无视我！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众爱卿平身，今日宫宴，君臣同乐，不必拘礼，都坐吧。父皇连日为国事操劳，儿臣敬父皇一杯，愿父皇龙体安康，我朝海晏船清。太子言谈举止一如既往的得体周全，不愧是储君。若不是我早已知晓他的真面目，只怕也会被这副样子蒙骗过去。萧燕，酒过三巡，便是宫人依次上前奉酒的时间。秦萧是在提醒我下药的机会到了。臣妇失仪，请陛下恕罪。无妨，让宫人换了便是。谢陛下。既是臣妻失手，臣陪他一起请罪。你受惊了，这杯酒便赏你压惊吧。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这事情恐怕不简单啊！不敢？不过一杯酒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来人，把酒给他灌下去！是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酒里有药！酒里有药啊！大胆，竟敢在宫宴之上动手脚！哪里来的奴婢，竟敢胡言乱语，惊扰父皇圣驾！来人，还不快拖下去！太子为何情绪如此激动？朕让你说话了吗？说，谁指使你的？是秦公子身边的人找到奴婢，让奴婢把药下进谢大人的酒中，还说只要事成，便给奴婢一大笔银子，送奴婢出宫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何时指使过你？奴婢不敢撒谎，那人奴婢认得，就是秦府管事周成。一派胡言！明明……陛下，此事另有隐情，臣也是被人蒙蔽。谢青兰逼迫萧氏驾驭他，又借萧氏之手与七皇子私相往来。臣正是得知了此事，才想借宫宴揭穿他的真面目。此话若当真，那便有结党营私之嫌。秦萧，
你可知污蔑皇子是何罪？臣不敢污蔑，萧氏可以作证。萧氏，秦萧所言可属实？回陛下，秦萧所言全是谎话。你这是在报复我！陛下，他分明是因爱生恨，故意污蔑臣。污蔑？秦萧，你是不是以为只要我没有证据，你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？陛下，臣妇不敢空口白牙指认朝臣，但那日游湖，我夫君早就担心臣妇独自见秦萧会出事，所以他特意让人暗中跟着。臣确实命人留意。来人！奴才参见陛下。把你那日听见的话一字不漏说出来。是，那日游湖，秦大人对丞相夫人说，只要在宫宴上给丞相下药，太子登基后，秦大人便纳她为妾。陛下，就算如此，也只能证明臣一时糊涂，绝不能证明此事与太子有关。朕何时说过此事与太子有关？臣失言。父皇明鉴，儿臣对此事毫不知情。秦萧心术不正，构陷朝臣，儿臣也是被他蒙骗了。谢卿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若只是秦萧一人，未必敢在宫宴上布这样的局。更何况他方才提及储君之争，又笃定太子必能登基，足见其背后另有依仗。谢青兰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蓄意攀咬本宫。臣只是据实而言。若太子殿下问心无愧，何惧查证？查！父皇，就凭秦萧与一个宫女的胡言乱语，便要查儿臣，未免太寒了儿臣的心。陛下，太子一向谨慎恭顺，想来定是小人借机生事。宫宴之上，何必闹得这样难看？不如待宴后再细查。细查？若真等宴后，只怕证据都被你们清理干净了吧？父皇，儿臣也有一事要禀。近日儿臣府中截获几封密信，原以为只是有人借儿臣名义生事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可如今听秦萧之言，儿臣怀疑有人故意伪造儿臣与朝臣来往的书信，意图栽赃嫁祸。此事事关储君清明，也关系皇家体统，儿臣不敢隐瞒。好得很！竟有人敢在朕眼皮子底下伪造皇子书信，构陷朝臣，搅乱储位。启禀陛下，臣等在秦府管事周成房中搜出往来账册、药包残渣以及太子府令牌1枚，另在太子府外院查出一名幕僚欲连夜分毁数封密信，已被当场拿下。父皇，这定是有人栽赃，令牌可以伪造，密信也可以仿写，儿臣冤枉啊！父皇，太子殿下，这是要拿我当弃子？好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咱们就谁也别想干净！陛下饶命！是太子，都是太子吩咐臣这么做的。他说谢清瑶近来深得圣心，七皇子又渐有声望。太子说，若不趁宫宴一举扳倒谢清霄，再嫁祸七皇子，将来必成大患。秦霄，你敢胡言乱语！药是臣奉命准备的，宫女也是臣买通的，就连那几封伪信也是太子府幕僚亲手仿造的，臣只是一时糊涂，求陛下饶命，求陛下饶命啊！闭嘴！你这蠢奴才，竟敢攀咬本宫！来人，
是。将秦霄拖下去，打入天牢，严加审问。太子禁足东宫，无朕旨意，不得外出半步。陛下，太子乃一国储君，怎可……储君心术不正，残害忠良，构陷手足，他也配称储君？父皇，儿臣知错，儿臣只是鬼迷心窍，求父皇再给儿臣一次机会。带下去。夫人，回家吧。你早就知道他们会在今日动手。秦霄性子急，藏不住事。太子近来接连失利，也需要一个机会翻盘。宫宴是最好的时机。所以，你故意让他以为我还会为他所用？不是故意让你涉险，是我知道你不会站在他那边。谢青兰，如果今日我真的按秦霄说的做了呢？你不会。你就这么信我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妻子。回府吧，今晚过后，京城怕是要变天了。东宫出事，消息便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京城。听说了吗？东宫出事了。听说太子被禁足，秦大人下狱，连带着太子一党的数名官员都被御史接连弹劾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们知道秦霄在天牢里干了什么吗？他全招了，不仅供出了宫宴构陷谢丞相一事，还供出了这些年替太子拉拢官员一桩桩幼事。难怪皇上震怒，下旨废太子贬为庶人，幽禁宗人府。皇后也因此被收了俸印，毕公思过。小姐，皇上下旨废太子了。废了？是啊，听说圣旨下来的时候，太子当场瘫在地上，皇后娘娘哭得几乎昏死过去。还有那个秦霄，他之前还做梦呢，以为太子总能保住他，结果太子一倒，他供得比谁都快。如今满京城都在骂他忘恩负义、卑鄙无耻。意料之中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们欠下的债早晚要还。夫人，秦夫人求见。阿燕，小儿糊涂，可他到底没真的害成谢大人啊！你从前那样喜欢他，难道真忍心看他去死吗？秦夫人，从前你高高在上嫌弃我时，可从没念过半分旧情，如今到了绝境，倒想起我差一点就要嫁入秦家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从前。何况想要他死的，从来都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不，阿燕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！你如今是丞相夫人，只要你让谢大人安人开恩。卿幸，送客。秦家的人来过了，他可有为难你？没有，我只是忽然觉得我应该早点嫁给你的。幸好现在也不晚。罪囚秦霄勾结东宫，构陷朝臣，意图谋害丞相等数罪并罚，罪证确凿，判流放3000里，永不得回京。陛下，萧家旧案全部证据已在此。当年所谓通敌受贿，皆是太子一党栽赃陷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圣裁。传朕旨意，萧家旧案即刻原职归还宅邸，以国公之礼重修陵墓。萧家冤屈10年是朕之过。爹娘，你们知道吗？圣上昭告天下，萧家是清白的。萧家上下数十口等了10年，终于等到了公道。谢青山，我等到了。你等到了。以后萧家
再也不会背着污名活着了。夫人，奴婢刚听说了，秦霄在流放途中重病死了，废太子在宗人府里也彻底疯了。随他们去吧。相爷，您回来了。今日风大，怎么坐在这里？现在京城谁不知道咱们相府的威风？以前那些轻视您的人，见了您都要恭恭敬敬称一声丞相夫人。曾经那些日夜折磨我的仇恨与屈辱，如今竟已激不起半点波澜了。在等你。那以后，我尽量早些回来。